猛塞32枚海劍2康定舰出征。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關注一張被軍事圈瘋狂轉載的照片？照片最醒目的是一艘正在改造的大艦，如果細看，我們能發现在它的背後還藏匿着一艘黑色前舰。一張看起來平平无奇的照片，为什麼會引起我們無數軍事迷的震動？一直關注台灣武器的軍迷朋友恐怕已經給出了答案。沒錯，那艘打滿腳手架的大艦正是不久前正式出伍的第2艘康定級巡防艦，在它背後是台灣首艘本土自制前艦海鯤號。平平無奇的照片背後，其實是台灣2大最頂級火力的罕見銅礦。海鯤號我們聊過很多次了，今天我想問大家，這艘耗資近432億元新台幣，歷經大半年改裝才重新建光的康定艦，火力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質變？當它出伍重新入列後，與海鯤號的協同又能給台灣海軍戰力帶來多大的提升呢？說到康定艦，就絕對繞不開那份康定級軍艦戰鬥系統性能提升案。這項計劃總預算高達新台幣431億5990萬元，相當於台灣大型電信商1整年的5G 與基礎設施建設總投資。目的是對現役的6艘康定級護衛艦進行分批次的升改。花這麼多錢改裝區區6艘上世紀的巡防艦，難道軍方又在玩經典的花大錢辦小事操作？別急，我們先來看計劃的內容。第一條，拆除海松樹。在那張無數人轉載的照片上，的確能看到艦首臂炮位上那座老舊的發射器已經不見蹤影。因此評論區有不少朋友嘲笑說，沒了海松樹，海軍準備拿什麼打？步槍嗎？我只能說，他們觀察的還是不夠仔細。因為在炮位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經過重新結構加固的垂發艙位，這正是中科院的傑作華陽垂發。過去傾斜式發射架在面對側翼或後方襲來的反艦導彈時，必須先依靠機械轉盤慢慢將發射架旋轉到目標方位，反應時間極慢。而華陽垂直發射系統採用垂直點火衝天而出，導彈離箱後通過矢量噴管或側推火箭在空中瞬間完成轉彎，向任意方位的目標飛去，徹底消除了接戰死角。而且華陽垂發是一組8單元，每組可以裝填4枚飛彈，這就意味着康定艦一次性就可以攜帶32枚防空飛彈，而原來的康定艦能裝載的飛彈總數只有可憐的12枚。但這還沒完，大家都知道海松樹飛彈的飛行速度雖然不錯，達到了 1.5 馬赫，但射程實在感人，僅在8公里到9公里之間，這也是不少軍迷將其戲稱為小牙籤的原因。為了讓康定艦的火力能匹配上華陽垂發的高性能，提升案大手一揮，做出了第2條指示，換裝海劍2防空導彈。所以中科院自研的中程防空導彈，海劍2與海松樹相比，已經不是質變了，而是2種不同維度的物品對比。其採用折疊彈翼設計，便於縮小體積，並由發射槍發射，最大射程為30公里，幾乎是海松樹的3倍，而且功能豐富的有點嚇人，具有全天候、多目標、全向性、垂直發射等特性，就差能燒火煮飯了。不過最不可思議的是，海劍2甚至具有快速轉向的能力，無論是傾斜發射或者垂直發射，它身上都會搭配一個助推器，用以增加導彈升空的初速與加大有效射程。在助推段的火箭尾口有十字对称的 TVC 向量推力裝置，讓導彈升空後足以完成轉向。32枚能刀片超車、閃電漂移的海劍2一起發射圍攻同一個目標，會是一幅什麼樣的畫面？那畫面太美，我不敢看。最後則是改造案的第3條，升級相控陣雷達系統，換裝英法最新一代戰鬥管理系統。這套系統不是等閒之輩，其主要由英制 Atson 3D 對空搜索雷達以及法制 PASUNS 光電射控儀構建。Atson 3D 雷達目前正是英國皇家海軍伊麗莎白女王級航空母艦以及26型護衛艦的主力侦搜雷達，它擁有每分鐘30轉極高的刷新率，能在200公里範圍內同時追蹤超過900個高速移動的目標，具備極佳的低空掠海與微小目標捕捉力，在複雜的惡劣海況與海浪雜波干擾下，能夠精準識別天海飛行的超音速反艦導彈。法制 PASUNS 光電射控儀則提供高精度的对海对空目標識別與追蹤，並可獨立運行或集成至作戰管理系統中。根據改造案的3條內容，我們能看到一條清晰的戰力成長曲線。當年的小牙籤已經蛻變成了台灣的定海神針，而且不是1艘，是6艘。因此就我看來，這431億元是花大錢辦大事。不過大家應該同樣好奇，要在一艘已經服役20多載的法制戰艦上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改造手術，台灣的技術真的能過關嗎？這一點大家反而最不用擔心。為了降低技術風險，軍方採用了原型艦先行驗證，後續艦批量改進的穩妥策略。
整個工程由6號艦承德號作為原型測試艦率先入場。在經歷了無數個日夜的封閉式改造與戰系整合後，承德艦於今年初正式宣告成軍重返作戰序列，並在今年6月的實彈射擊中成功驗證，承德艦在預定海域首次使用艦首安裝的華陽垂直發射系統，打出海劍2型防空導彈，並在空中精準鎖定擊毀了高速模擬靶機。這是華陽垂發系統首次在現役作戰艦上完成全流程的實彈接陣驗證，也是台灣軍工史上首次實現了法制戰系大腦與國產垂發導彈的完美對接。承德艦的成功驗證為康定艦的大改造解決了最關鍵技術堵點。然而，不少軍事迷心裡難免會冒出一個疑問：這批康定級巡防艦服役已經快30年了，海軍為何甘願砸下近432億元的巨資改造，而不是繼續打造台灣自研的巡防艦？這就不得不提到這艘軍艦那傳奇而又令人唏噓的出身。20世紀80年代末，台灣海軍正面臨着嚴峻的水面艦艇老化危機。當時主力服役的揚子號驅逐艦與山子號護衛艦大多是2戰時期美軍退役的舊艦，不僅機械性能嚴重衰退，防空與反潛能力更是早已無法適應現代化的海戰環境。為了實現海軍的世代交替，台灣啟動了著名的光華2號計劃，試圖向國際市場籌獲新型主力戰艦。在歷經複雜的國際外交博弈與軍國談判後，台灣最終與法國簽訂了代號喝彩行動的構艦合約，以高昂的單價採購了6艘法國造艦局研制的 F3000 型護衛艦，這便是後來大家所熟知的康定級護衛艦。必須承認，在20世紀90年代初，法拉葉級的設計理念絕對是震撼全球造船界的革命性存在。它是第一款真正意義上全面導入引申化思考的戰艦，其全艦上層建築採用了傾斜正負10度的多面體設計，盡量避免任何90度的直角結構，連主板上的小艇與救援設備都全部隱藏在艦體內部的卷簾式金屬門後。這種設計極大地分散了雷達照射波，使其雷達反射截面積僅相當於一艘幾百噸的小型漁船。為了強化反潛性能，法國原廠在動力系統上做了极盡苛刻的靜音處理，所有柴油主机底座都加装了微声避震墊，废氣被引导至水线附近，通過海水冷却后再排放，以降低红外線特徵。螺旋桨更是經過特殊的空化抑制設計，使得戰艦在高速航行時依然能保持極低的水下噪音。康定級的甲板和艙室還採用了雙層船殼設計與高強度連焊技術，重點部位加裝了防彈鋼板，內部還配備了全艦計算機化損管網絡與合聲化加壓過濾系統。可以說，單論艦體載台的設計，康定艦在當年無疑是世界頂尖水平。然而，這樣一艘造價昂貴、載台性能極其優秀的百億戰艦，在服役後卻落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沒彈可打。由於採購過程中法拉利軍工案影響，台灣最終買到的康定艦只是一具空殼艦，軍方不得不將從退役舊艦上拆下來的舊式美制武器與資源裝備拼盤式的塞進這艘法國造的戰艦裡，這就導致了康定艦服役近30年來最被各界嘲笑的痛點：防空能力幾乎沒有。在康定艦艦首主炮後方的臂炮位上安裝了一套老舊的4連裝海松树防空導彈系統，正如視頻前面講的那樣，它沒有自動化的雷達火控系統引導，全靠射手坐在開放式的發射座裡，用肉眼和光學瞄準具去尋找目標，再通過語言溝通與戰術情報指揮中心聯繫。除了防空系統的致命短板外，由於艦上整合了法國的战系雷達、美制的防空導彈、自研的雄风2型，不同國家不同標準的電子裝備，在戰情室裡產生了嚴重的兼容性問題。這30年來，康定艦雖然承擔着台灣海峽重要的巡防與反潛任務，但防空弱機的隱痛始終籠罩在這支艦隊頭上。我相信這次大升級就像小馬哥說的那樣，我衰咗3年，我等一個機會，爭翻口氣，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30年，台灣等的就是這口氣。回到我們最初看到的那張照片，升級初步的康定艦與身後停泊的海鯤號前艦同框。大家在看到這幕場景時，感嘆的是台軍2大核心戰力同框的罕見視覺衝擊。但就我來看，這恰恰揭示了台灣海軍未來在防衛作戰中關鍵的水面與水下立體協同戰術。康定艦憑借其底座微聲避震、廢氣海水冷卻和特殊的螺旋槳設計，至今依然是台灣海軍水面艦艇中水下輻射噪音最低的戰艦。當升級了 CAPTS-1 聲納的康定艦與同樣強調極低紅外和靜音特徵的海鯤號前艦聯合部署時，就構成了一張打擊網。康定艦在水面上開着 CAPTS-1 低頻聲納，進行大範圍對海搜潛，其低噪音艦體不會干擾聲納回波。身在深海的海鯤號則可以通過數據鏈實時接收康定艦傳來的水下態勢圖，自身完全不需要開機暴露位置，
只需伏擊在敵方水下潛艦或水面艦隊的必經航線上進行靜默攻擊。在過去，台灣海軍的潛艦在出港、返港或在淺水區復航過渡時，最脆弱的時刻莫過於遭到敵方反潛巡邏機或水面反潛艦的空海聯合搜捕。因為當時的康定艦防空範圍短得可憐，根本無法為周邊的水下戰力提供像樣的防空保護傘。現在情況徹底變了，現在深改裝備了32發海劍2防空導彈與 ATIZAT 3D 雷達的康定艦，攔截半徑瞬間擴展到了幾十公里以外。當海鯤號潛艦進出左營或者高雄母港前往預定伏擊區時，康定艦能夠擔當最貼身的防空與反潛保鏢。它不僅能用海劍2驅離或擊落敵方的反潛巡邏機，還能用自身的聲納網清除前方的水下威脅，為海鯤號打造一條安全的水下出擊通道。根據台灣國防部公布的工程排程表，首艘原型測試艦承德號已於今年2月正式完成升級並成軍，2號艦康定號於今年初進場，歷經半年施工後已正式出坞，目前正在進行最後階段的雷達與電站系統西部整合。隨後剩餘的4艘同型艦西寧艦、昆明艦、迪化艦、武昌艦將以每年1至2艘的節奏繼續進場接受大規模改造。預計在2030年前，6艘全面蛻變後的隱身神隊護衛艦將全部重返戰場序列。這6艘升級後的康定艦將與現役的8艘成功級護衛艦、4艘基隆級驅逐艦以及近年來密集下水的沱江級雙體巡邏艦重新勾勒出台灣海軍水面水下的防衛兵力版圖。30年前，拉法叶级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卻因為缺乏防空武器而不得不忍受了數十年的弱機嘲諷。30年後的今天，通過中科院华阳垂發系統、海劍2導彈與法國原廠新一代戰系的跨國融合，這艘曾經的空殼艦終於補齊了它最後也是最致命的一塊短板，長出了銳利的毒牙。隨着這6艘康定艦護衛艦的相繼升改重出江湖，配合本土自研潛艦的逐步成軍，台灣海域的水面與水下博弈無疑將步入一個技術密度更高、戰術推演更複雜的新時代。好了，今天的視頻到這就結束了。各位認為入列後的康定艦將會給台灣海上戰力帶來怎樣的改變？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會認真觀看和回復大家的評論。歡迎點讚、關注並轉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